这几天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说，这世界上到底什么是对错？很多事情没有对错的。就像我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现在是一个30岁的上班族，然后你当到组长，在公司里面当到组长，升不上去，啊，每天就是也不用加班哦，就是9点到6点，9到6啊，或是8到5，对，或9到6或8到5。时间到就走，然后6日也不用，国定假日跟6日都不用加班，啊，你就知道这辈子升不上去，你就想要，给自己再一点竞争力，所以你就想要去读语言补习班，看是学英文的还是那种课后的那种业余的嘛，什么学电脑的、学英文的拿证照的，或者是那种在职专班拿学位的这样。然后你去报名那个学校，然后学了一段时间，例如说上了1个学期了，啊，突然间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跟你讲，他要升你当经理，但是你平常都要加班，加到8点9点，然后你六日有可能又要到公司来盯进度这样，或者是跟客户联络，啊，这时候你的那个那个什么课程，例如说你有报名英文课的、日文课的。或者是你有学电脑要拿电脑证照的，或者是你在职专班的，你是不是就放弃？对，因为你很难平衡。例如说你公司要你突然加班，那你不能去上课，因为那个通常是那种在职专班或是补习班都是晚上，你不能去上课。那不能去上课，你在那个学校或老师的立场，他就跟你讲，你的工作不能影响你学校这边，因为学校那边要给你学位啊，或者给你证书啊，他就是一定要满足那个时数，或是通过那个考试，否则他就没有办法给你证书。他的立场就是你在要来上这个课程之前，你已经考虑好了，你不能突然你不能就是常常不来这样。对，那你去问你的主管，他会跟你讲，我们公司是付钱请你来的，对啊，学校那个是你付钱给他拿学位的，啊，我公司都要升你了，都要把你升迁拉成经理，或者是再给你更高的职务，你现在因为学校这边不能加班，什么意思？你就很难兼顾。对，像我之前好像很久我之前有念过那个也算是名校英文系的，我念1年嘛。但是那时候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什么上学期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，对，他白头发戴眼镜嘛，他只念1学期就没有来，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没有看到他。我在猜他可能是本来他是没有工作，然后或者是他本来升不上去，然后后来就是公司要升他。或者他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，就变成他学业要放弃。对，因为他如果不放弃的话，他当然以赚钱为主要嘛。他如果说钱比较重要，一定是以赚钱为主要。有些人就觉得那我先不要找工作，我先拿到学历。但是工作中这种事情就是运气嘛，就有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就是你过了那个机会，你后来要再回去找同样的机会。例如说，你推掉一个那个薪水还不错的工作，然后说你现在在念书没办法，然后你拿到学位之后再去找同一家公司，他就可能不会用了，因为那个缺已经被占了。这个就是运气啊，对啊，因为然后就变成选择是自己做的嘛。你有可能说你拿到学历之后，你又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，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拿到薪水之后你找不到更高的工作。这都不一定，但是选择是每一个人选择都是自己做，每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最后的责任。你选择拿学位那 fine 可以，但是就是最后面你也要承受说有可能拿到学位，但是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，要承受这个风险。你接受这个工作，放弃学位，你也要承受说没有学位，你后面可能升到一个职务之后就不会再升上去，或者是你没有学历找不到更高的工作，对这个就是自己要承受。对有没有对错？那个
在主管的立场，他有没有错？对，在主管有没有错？他主管他在公司的立场，你不能加班，我就升别人了，他没有错，我就升别人当主管。在学校的老师或是学校方面的立场，他有没有错？他没有错啊！你没有来，我就不能给你学历啊，我不能给你证照啊。对，他有没有错啊？这个你站在哪里你就说什么样的话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对错啊，没有对错，你硬要争对错，你就会卡住，你的人生就卡住。我说当初我没有选这个，导致怎么样啊？都是你害的，你自己不要听别人意见，选择都是自己做的，别人给你建议就是最后决定要做是你自己，不管多少人给你意见，最后做决定的都是你自己。不要说别人出建议，结果后来有错就说去找别人，没有这样。但是很多人看不清楚，就觉得说自己做的决定自己不想负责，就去找当初做决定给建议的人。对啊，这个就是看不清楚啊，你不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。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，所有的签名，所有的这个同意的这个决定，对，不管你是签名啦，你是什么电子签章啦，你是什么网络上点同意，都是你自己决定。没有人能替你决定你的人生怎么过，但是别人可以给你建议说这个比较好或那个比较好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自己负责，要看清，不要什么都拖别人下水。对，这个就是不够成熟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